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开始第3段的珠海之行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日月碑就组成的一个建筑物啊，是最近珠海的一个打卡圣地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到了晚上特别漂亮啊，因为这个碑刻下面可以显示各种图案，但是我们只有白天这点时间啊，就在这边到此有家人呢去打卡去了。我呢，干脆趁着现在这个天还亮着，就在这个小岛上稍稍的骑行一下。这里其实是一座桥啊，就是连接这个小岛的一座桥。我现在呢是离开岛的方向，其实等一会儿我是要倒着骑回去的，看看从哪地方可以掉头往里面骑。这里呢再往前走就是情侣路了。珠海的情侣路是非常出名的，现在南沙也搞了一段所谓的情侣路，都是以珠海这个情侣路作为范本的。珠海呢，就是南海边的一颗明珠，面向着南海，是一处非常休闲，也是一处非常时尚的城市啊。同时，作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特区，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了。虽然没有像深圳那样的规模，但是从人文、从那些人的休养生息来讲，我觉得珠海是相当不错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值得大家经常来走走的地方，尤其是这种冬季啊，北方来的朋友应该特别多。海香椰子5块钱一个。我觉得我应该骑到里面才对啊，但是也无妨。这边前去呢就是情侣路的一段啊，我们就骑一段情侣路，再回到岛上去骑行。这边海滨的风光非常之美，不但你看啊，有海边的这些船只停靠，更要紧的呢是望海的这些大楼啊，都已经建了很多。这边其实也有很多商业中心。今天时间有限啊，这段骑行呢，最多也就是半个来小时就得赶回去了，否则回到家就太晚了。但是利用这个20-30分钟呢，还是可以在珠海的海滨肆意的骑行一下。这边叫新月路了，我觉得这个外面这条应该才是情侣路吧，也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就随意的走走吧。现在我的右侧就是这个日月碑组成的歌剧中心。你看啊，这个形态是不是很美？大概只有海边的人才可以有这样的创意吧。
边呢，你看啊，两边都是水，风景非常的开阔啊。看一个骑过来的。OK。看来这条新月路啊，我以前应该是没有来过的，我都不知道应该骑向哪，但是这边风景都不错啊，随便的走走也不错。这里面是干什么的呢？难道是一个公交站吗？原来这边是香洲港了啊，港口的地方啊。原来这个是一个码头，就是香洲港。原来这条路是通到这个港口来的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往外骑吧。我从另外一条路骑了出来，这边边上都是在水边啊。看看这里出去到底是哪呢？虽然我已经不知道哪是哪了，但是这边呢有非常美的风景可看啊。这边还有片沙滩，但我已经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。在这边观观景。我现在看着的前方呢，就是一望无际、辽阔的南海了。我相信啊，这个直接过去应该是唐家湾那里了吧？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那么远了。好，我们回到道路上去骑车吧。
享单车禁止入内，共享单车禁止入内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相反的方向切回去了。现在这个日月贝就在我的左侧了。学什么都是从方向想必这条应该就是被称之为情侣路的马路了吧？有段时间没人了，你看这个骑行道已经坑坑洼洼了，亟待重新修补。但是在这个滨海路上骑行，看看海啊，在这座舒适的城市里面随处的转转，我觉得心情跟以前一样放松。改變唔到。椰林底下，海风拂面啊，在这种海滨的马路上骑行，真的非常的舒服。其实这边每一条岔路都可以拐到左边去的，但我还是沿着情侣路稍稍的在七段。
刚刚我开车就从这边进岛的，现在我再到前面稍稍的去看一下，再掉头。共享单车禁止上岛。共享单车禁止上岛。共享单车禁止上岛。原本我还想再到前面的晴雨路去骑一共享单车禁止上岛。但是很遗憾啊，我的电池即将告罄了，所以我还是从这边赶紧回去吧，去我的车，然后就回家去了。那今天已经很不错了，在珠海骑行了一圈，又去一个古村转了一下，现在呢来到了日月贝这个地方，非常美的，在太阳底下你看熠熠闪光，到了晚上以后肯定更美了。海边的建筑总是那么的生动。好了，这条路上行人太多了，我也不要去打扰别人了。看到前面有一个红船，我知道原本是一个餐馆，好像已经不营业了。果然是没有营业状态了，这就是新陈代谢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旧的以前的这里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，这艘红船呢，看来都已经歇业。但是我的左侧，阳光底下熠熠生辉的日月贝，正是当打之年，吸引了很多人到这边来观光。好了，我怕再说电池突然就断了，我们就尽快结束这一段的骑行，结束这段跟大家的分享。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也谢谢大家长久的陪伴。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拜拜。